谎，赔给他。一个跛子在教我做事，你身上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，也敢在此淫淫狂吠？燃心术，逐阶碎骨。你练了什么邪术？滚！北辰仙尊有令，清场。窒息药。你动了那股力量，你会死的。每动一次，你的命就在烧。如果不烧，我怕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当初那块骨头放进他身体里的时候，骗局就开始了。这燃心术是禁忌中的禁忌，它不是在借力，是在拿命去填那个填不满的窟窿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等你见到北辰仙尊，你的骨头就先化成灰了。灰也好，至少灰是干净的。我这副残躯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知悉，别在我身上浪费药草了，那是你用来治眼睛的资粮。我的眼睛下在皮肉，你的心却下在执念里。石大哥，你为了那块仙骨断了剑道，废了修为，甚至答应老祖永世不上通天峰。可他已经不是石小北了。他是我儿子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那块骨头在他体内跳动，我就得看着他，护着他。哪怕他已经忘了我，哪怕他要把我当成蝼蚁踩碎。昨日闹事之中，有人动用了不明义力，震退了内门弟子。老祖有令，绝不允许这方圆百里内有不安因素存在。灵压反应消失了，但那股焦糊味还在。这一带全是调山宫和废人，谁有这种本事？今日便让他现原形。昨日闹事之事，你可瞧见了？大人，小人昨日一直在铺子里打仗，并未出门。奇怪，竟真是一丝灵力也无。这种脏地方竟然有这种姿色，带走正缺个血脉的妖引。她只是个眼瞎的民女，放过她。这种破烂也当宝贝。燃心术二阶，着血，把血还给我。你不是凡人，你是妖物！你杀了仙门的人，他们很快就会封锁这一带。石大哥，走吧。大点再急，通天峰被封锁的像个铁桶。知悉，你走，带着这个去找城北苏记药铺的掌柜，他欠我一条命，会送你出城。九鼎归一，古化真神。老祖，你终究还是要用他的命去填你的长生路。这种粗劣的体术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失踪多年的人。石烨，你果然没死。老祖答应留你一命，让你在山下苟延残喘。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也动了不该动的人。北辰仙尊明日要亲自主持洗脉仪式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在他心里，你这种蝼蚁必须亲手斩断，才算彻底断了红尘。
今日北辰仙尊将代天巡狩，收缴红尘债，开通天路。红尘尽头是虚无，看台下那些蝼蚁，他们存在的意义便是成就你的神路。去斩了那个罪民。弟子谨遵祖命。罪名害了我们，该死的！你便是昨日在闹市伤我门徒之人。真像他娘。胡言乱语！剥离仙骨这种事，你也配做？今日我便替仙门清门户。小北，你要杀我，那便借你的手，杀掉我体内的那道诅咒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你体内的气息能引动我仙骨的战力？我是被你们仙门剥皮拆骨的鬼，是死在那个大雪天里的孤魂。妖孽，竟敢在天蜀城撒野！布阵，快布阵杀了他！那是阿烟的声音。窒息姑娘，跟我走。她既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就是为了给我们争取离城的机会。我不走！他若死了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你糊涂，这是仙门的陷阱，他是故意引我们入局的。那一年的大雪，你还没忘吗？活下去。从我的脑子里走开！苏掌柜，你告诉我，石大哥当年的身份绝不只是一个天才剑修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当年仙代人黄陨落万法枯竭，是他以身为盾，挡住了仙门第一波收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了弱点，老祖用小北的命威胁他，要他交出圣品仙骨和守火人的传承。他答应了，但他留了一手。还不肯开口？就凭这几个小玩意儿，你们自诩的名门也不过如此。为何如此熟悉？我好像弄丢了什么重要的人。忘了那些凡尘旧梦吧。石岩把最后一丝燃心火传给了我。窒息，明日我会去劫场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带着这个。要救
我们一起救。我有办法混进通天峰。这是通天帛，只要用了它，没人能察觉我的气息。你疯了吗？这可是被封禁的神物。今日以父之血开此之神图，小北亲手挖出他的心，祭奠你的仙道。小北，最后看爹一眼。老祖，你想要我的血脉传承，那就看你接不接得住这万家灯火的苦。带着西走，照顾好他。没死透吗？竟然自燃命魂来抵挡夺舍。也罢，只要那颗传承种子进了这小子的命魂，大局已定。石大哥，你用命换他清醒，而我将用你的脸走完这条弑神路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那一股反骨真火绝不会平白无故消失。老祖说了，除非那一截指骨，你们所有人都要填进忘魂饭。澡堂血滴骨头血，地图变坏！老祖给你的仙骨不是让你用来怀念那些蝼蚁的。快说，那个罪名在你体内留下了什么？他在笑，他告诉我，仙人的骨头是冷的，凡人的血是热的。疯了，你彻底疯了！石岩，不，你是芷溪姑娘。是我，苏叔，他真的回不来了吗？他点燃了命魂，那是反骨修行的终局，名为化灰。芷溪姑娘，他不让你去，就是不想让你亲眼看他消失。这是当年追随他的那些凡人兄弟，他们不是死于妖兽，也不是死于战乱，他们全是被仙门当作药扎炼了丹。这是他要守护的真相吗？不，这只是恨。真正的传承在这一行字里：凡火不息，众生不灭。芷溪姑娘，既然你选了这条路，你就不再是芷溪，你是石岩。从今日起，会让这天下的仙人知道，那个脖子铁匠回来了。老人家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有没有见过那个受伤者的同伴？不知死活。既然不说，那这间屋子里的几十条奸命就替那罪名抵债吧。你不是被老祖拍碎了吗？你是人是鬼？好疼！原来石大哥每天承受的就是这种骨头错味的痛啊！
你做的太险了。那位大人若是亲自出马，这层伪装瞒不过他的法眼。他在那次冲击中受了伤，正在闭关。苏叔残页上提到的守灵人到底在哪儿？出现了尸炎的踪迹，5名外门弟子死了1人，剩下的疯了。荒谬！老子亲手将其神魂拍碎。除非他是万古难遇的涅槃体，否则绝无生还可能。属下查过，那个盲女消失了，但南城杀人者见招气息和尸炎一模一样，墙上留有4个血渍。什么字？还我仙骨！那个铁匠没死，他从阴曹地府杀回来了。小北，外面出现了一个叫石野的人，他在挑衅你的尊严。哼，他没死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死。既然你想见他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3日后你带兵出征，亲手平了南城。如果那个人是真的石野，你就再杀他1次；如果是假的，你就用万人的血来洗刷你的动摇。如果我以你父亲面貌出现，你会杀我还是救自己？师兄弟，跨过这道虎口便是盘古的禁区。当年老祖曾亲率3000剑修御踏平此地，结果半数折损。这里压制一切灵气，唯有那股气能走进去。我听到了，他们在哭，也在笑。苏叔，你留在谷外，若我3日不出，你便回城，想尽办法把小北带走。哪怕是废了他的修为，也别让他留在老祖身边。晚辈石燕，求见守灵人。那个为了儿子把自己拆了卖给仙门的蠢货，他不是已经化成灰了吗？他是化成了灰，但他的火还没熄。泥是真的，香也是真的，但骨头是假的。说石焰在哪儿？守火人传承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石大哥已牺牲，晚辈此来不为传承，只为借长明灯一用。仙门欲灭是收割，天下凡人需要一点光。那灯烧的是守火人的命，他既然没教你如何点火，说明他想让你活下去。从我戴上这张皮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仙尊，所有与罪民石岩有过接触的匿名军已押解至此，共计1321人。时辰已到，第一批行刑。小北，等爹打完这把剑，带你去买灶糖。停手！仙尊，老祖的命令是……我说停手。小北，你
在动摇。这只是红尘中的伊丽莎，你若不忍，便修不成真正的无情道。杀掉他们！师尊，若修仙是为了杀掉曾经的自己，那这仙道不要也罢。放肆！既然你下不去手，那为师便替你动手。这盏灯已等了太久，它的燃料是魏晋的宿命。日不罢，这一步踏出，便再无回头路。如果是为了心中所念，即便燃尽此生，又有何妨？祖师在上，我等不辱使命。知悉姑娘，快脱掉这张皮！长明灯的力量太烈了，他在把你当成灯油在烧，再不脱下来，你会和这张皮长在一起。脱不掉了。苏说，从点燃灯火的那一刻起，梵谷意志已经接管了这张皮。如果我现在变回去，长明灯瞬间就会熄灭，那些觉醒的凡人意志会再次陷入永恒的黑暗。这就是代价。石岩当年博古是痛，你如今舍弃自我更是痛。这些仙士只是前锋，荒原下的老祖宗们被长明灯引动了食欲，再不走，你们都会变成这万众谷的新邻居。那盏石灯，看来那个跛腿的人竟然真的在那里留了后手。老祖息怒，但那长明灯的红光，杀光便是。传我法旨，开启寒蝉冰封阵。我要让天蜀城方圆100里化为永恒冻土。我看他在绝对的寒冷面前如何燃得起来。
放了他！老祖说了，只要你肯亲手捏碎这枚玉蝉，立时回归仙道，这冰封便会解除。不能进，这是个陷阱，瞬间就会被万箭齐发。苏叔，长明灯之所以叫长明，是因为它必须照亮别人。如果我躲在这里看着他们被冻死，那这盏灯点燃的意义又在哪里？做最后一件事，散布消息，告诉所有人，石岩回来了，他带回了火。别睡着。苏掌柜，那是真的吗？石老大真的回来了？他回来了，他不仅回来了，还从万众古带回了凡人的命根子。师兄弟说了，仙门想冻死我们的血，那我们就把血烧起来。我们要怎么做？只要石老大一句话，我们这把老骨头随便他拆。3日后，老祖要在通天峰举行碎禅典，要当众捏碎仙尊眉心的传承。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师兄弟需要1000名不怕死的汉子，用你们的血去祭那一座反古剑阵。石岩当年不仅留了灯，还留了剑，但那把剑没有实体，它藏在这万古凡人的脊梁里。女娲，你现在的修为握不住那把剑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愿意让万鬼穿心，用这张皮去承载万古凡人的怨念。我已经没有自己了，来吧。老祖，我的骨头，你还拿得动吗？不对劲，老祖明明拍碎了他的神环，这股气息，不是灵力，也不是生机，是死而不降的怨念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此乃乱你意志的幻象，杀了他！你到底是不是他？如果你是他，为什么要丢下我10年？如果你不是他，为什么你要带着这双眼睛来找我？小美，爹来接你回家。乡亲们，石老大回来了！仙门把我们当药渣，当血食。今日哪怕是死，也要在这些神仙身上撕下一块肉来。反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既然你要求死，本座便成全你们父子。
起来了，澡堂是真的甜啊！不能让他死！如果他死了，这牺牲都白费了。哼！万鬼听令，以我参去，换他长生！辛苦你了，接下来的路，你带他走。不是大哥，你明明还在，你快回来救他！我早已是枯骨，留下的只是这一抹不甘的念头。那枚玉蝉里藏着反骨的最后一丝本源，当它碎裂时，就是老祖夺舍的时刻。你要在那之前斩断这条命轨。对不起。阻止我，不能让这股力量吞噬一切。竟然毁了本座的容器！石大哥，你护他10年，剩下的路我替你死。仙道已死，凡道为生。从此以后，这人间再无北辰仙尊，只有名为石小北的守火灵。小北，别看，别想了，走。仙门的援军很快就会从其他山头杀回来。老祖虽然受了道伤，但他绝不会放过你。祖叔，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路吗？用你们所有人的命换我这根骨头。那个盲女竟敢用这种禁术同归于尽！内律元神可是本座耗费1000年才炼成的，长生也。老祖，北辰，不，那个孽障已经带着食言的反骨逃进了贫民窟的暗道，我们的人拦不住他。他现在的力量很奇怪，那是反骨的燃髓力，他撑不了多久。传本座法旨，封锁天蜀城，开启万魂追命仪。我要让他身边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成为折磨他的噩梦。吃点吧，小北。不吃饱怎么熬得过今晚？小北，你爹当年的铁匠铺下有个暗格，哼，
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天，一定会留点东西给你。我回来了。仙谷是骗局，反骨是牢笼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谎言。老祖有令，请你回山受死！状告那个老杂碎，这条命我先留着，等我从苦海回来，我要用他的头系着满城冰雕。石小北融合了反骨又如何？你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，这根骨头老祖收下了。你们修的是无情道，断的是凡人根，今日就用这反骨断了你们的仙路。反骨于金战！知悉姐。父亲留下的信是希望，也是最后的诱饵。石小北知道，去苦海的路将是一条由仙人尸骸铺就的血路。是山上派下来的杀神吗？不是，我送你们走。在那里，抓住那个逆种！老祖有令，取回反骨者4掌生丹，杀！爹，这就是你曾看过的世界吗？那些高高在上的，把我们当成牲畜，甚至连死后的尸骸都不肯放过。反骨众人！
知心姐。小北，快走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无岸。不留活骨，入海皆为尘土。我不是来回头的，我是来送你们上岸的。你就是无名。实验那个短命鬼竟然真把这根骨头传了下来。小子，你可知这苦海里沉了多少根想逆天的反骨？我爹说你会带我去彼岸。苦海没有彼岸，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轮回和换不回的命。想上船，拿你的记忆来换。每一个上船的人都要留下一段他最真实的记忆作为资粮，若记忆不够重，船会翻。小子，你选哪一段？如果我忘了这些，我还是我吗？忘了，你就是神。记着，你就是这海里的牺牲。那我就当这牺牲。这不是实验的道，他在借苦海习古。小子，看清楚了吗？那是天选之躯。当年老祖在9天之上炼化的神胎，本该是这世间唯一能承载永恒仙道的载体。如果那是神胎，那我又是谁？你是实验那个疯子从神坛上偷下来的废品，他为了让你拥有凡人的情感，强行抽走了其中的真灵，塞进了一个凡女腹中，使那具神躯被剥离出来的人性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！老祖抓你回去，就是要让你这么真灵回归神躯。仙凡合一之时，老祖便能通过夺舍踏入永恒。你现在的反骨，只是他磨砺神躯的磨刀石。来过这里，
知悉姐没死，她被关在这里。这里是苦海的尽头，也是轮回的盲点。他为了保住你的那一丝丝人性，确实闯过此地。但想救他，你得先杀掉对面的神。石燕带你去雪地，是让你修刃；知悉为你剥皮，是让你修情。这还不够。反骨知道，核心在一个“断”字。小北，别回头，姐一直跟着你呢。知悉姐，这世间所有的苦，你们都替我尝了。如果反骨需要代价，那就把我的命也一起裂了吧。我修这一身反骨，就是为了让那些有情的人能平平安安的活在太阳底下。希望你见到那个双生神去时，还能这么说。走吧，老祖的爪牙已经坠到海面上了。孽障，老祖法外开恩，留你一具全尸。若再负隅顽抗，便将你的残魂点入魂灯，受万载焚烧之苦。小子，接着！这绝非实验的建议，这是万古凡人的诅咒。侄儿，你真以为这地宫是无名发现的？这是本座为你准备的墓地呀！那是窒息的血炼成的尸心主，你每动用一次反骨，他的一缕神魂就会衰弱一分。杀还是不杀，你自己选。走，去苍天之墓，那里有隔绝外界窥视的屏障。鱼儿已经带上了诱饵，等他到了苍天之墓，集齐了历代反骨的怨念，那一刻就是老祖采摘果实的时候。苦海无边，每走一步都是陷阱。到底是谁？老祖叫你守灵老鬼，你手臂上的印记和蝶的一模一样。既然你是守火人，为什么要看着这人间变成炼狱？这3个字我已经50年没听过了。小子，你爹石燕是个英雄，他宁可碎骨也要保住那颗火种，而我是个懦夫。50年前，是我亲手打开了仙门入世的屏障，只为了换取一个莫须有的飞升名额。是你害死了爹那一辈的所有人。是，但我发现仙门给的掌声是建立在万古枯竭之上的幻象。我逃进了苦海，当了50年的摆渡人，就是在等一个能带我回岸上的。你就是那个债主。知悉姐，别怕，我马上来
救你！别动气！老祖就是想让你在这苦海里燃尽意志，弑心重惜的是你的情，杀的是他的魂。如果不狠，我修这反骨又有何用？这里埋葬着历代挑战仙门失败的反骨英雄。老祖之所以不敢亲临，是因为这里有众生愿力构成的禁阵。他们都在等吗？他们不是在等你救命，是在等一个能替他们向苍天出剑的借口。小子，我借你的剑。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是代价。这火种我带不走，但我能把它传给那个还在哭的孩子。天，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早就知道这是一条死路。老鬼，你以为带他躲进这里，老祖就找不到吗？这天姓仙不姓樊，想动他，先从我的老命上踩过去。小畜生，拔剑啊！怎么舍不得你那个小情人？只要你拔剑动用本源，他的神魂就会碎裂一片。这种滋味，拔剑，他会碎魂不拔剑，众生阴魂将毁，窒息剑。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别为我们流泪，为我们出剑。凡人的脊梁，从不为仙人而剜。这一剑，不为我，为这人间万古不取的魂。反骨千古恨。小子，你做到了，你接了这一幕的魂，你神性重塑凡躯，弃剑者方能见真我。好一个反骨千古恨！小子，别看那把剑了，那一剑千古恨已经烧干了他的魂，强行留着他，只会让你和他一起碎掉。这是我唯一的念想，剑里有蝶的残余，有只希劫的血，丢了它，我拿什么去杀老祖？剑是囚笼，念是枷锁。你若不弃，如何承载这万古不灭的火？与其让你被这把断剑拖死，不如让老夫最后赎一次罪。时也没叫完你的最后一刻，老夫来叫！
后一个器剑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若没了那把恨意凝成的剑，拿什么来面对这满世间的轰！苏老鬼，石岩已经化成灰了，那个小畜生也躲进苦海不敢露头。你们这些蝼蚁，除了给老祖提供血气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的用处就是看着你们这些神仙怎么被自个儿的贪婪给烧死。爹，是你吗？爹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小北，你修反骨是为了杀人，还是为了救人？我要杀光那些高高在上的畜生！我要救出知悉姐！记住，北儿，伞的作用不是遮蔽天空，而是为那些无法躲雨的人撑起一片晴朗。你的剑，该为谁而拔？只能等到这儿了。弃剑，或者成魔。别还手，这是陷阱。不要杀他们！既然你们是重生的蛊，那便入我的蛊吧。我弃了恨，弃了剑，现在我来带走属于我的真理了。你在自毁前程，那样你永远无法成仙。老杂碎，我本就没打算成仙。老祖，你给我的痛，我现在全还给你。直言啊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没有走你的老路，他把这满世间的苦修成了他自己的神迹。老祖说那孽障必死于失心毛下，那毛头可是用了10万凡人的亲情血气，谁能扛得住那股阴骨重击？可惜了那句神曲，若非那孽障冥顽不灵，老祖现在怕是已经飞升9天了。
何人敢闯仙门重地？我回来了。知小北已经碎了剑，反骨没了恨，就成了废物。苏老鬼，既然你等的人回不来，那这最后一声精血，本圣就替你收了。你没死，你体内的仙气竟然被污染了。不是污染，是归还。回来就好，小子，你的头发白得好。苏叔，别说话，我送你去苦海找无名，他在那里等。你感受到了吗？他回来了，他带着那副被你污染过的神躯回来了。他越是靠近这里，这朵失心莲就开得越灿烂，你的痛苦也就越真实。小北，别来，这是个死局。唯有杀了他，拿回那根变异的反骨，本座才能完成最后的万古补天术。
你虽修成反骨，但老祖的阵法是合天道之理，入此阵者，皆为畜狗。如果我的存在会让你痛苦，那我宁愿从此沉寂。他放弃了，我杀了他！反骨，重生像。看来那个人的计划也快到了。当你看到这个，说明你已经回到了这里。别听老祖的鬼话，这根反骨里藏着的不是长生，是爹留给你的债。老祖要的不是你的命，而是这根骨头里沉积了万载的能够逆转因果的红尘冤。他要用这股怨气去冲破那道禁箍了，他数千年的天道枷锁。爹，你留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神器，而是要让我陪着这满世间的人一起在这泥潭里滚啊！逆子，此乃天道禁地，凡夫俗子踏入半步，神魂俱灭。小北，救救我们！赤儿，你终于来了！看，他就在你面前，只要你踏出最后一步，这9根断魂钉就会瞬间刺穿他的识海。他的生与死，现在全在你脚下这一步之间。老杂碎，放了他！你要的是我的骨，我给你！给，现在给已经迟了。本座要你亲自入阵，的反骨余温去温养这朵血莲。当你彻底化为这朵莲花的养料时，它才能活。爹为了救我，挖了骨，窒息皆为了救我，剥了皮。现在轮到我了吗？
别怕，我来了。走，快走！他在骗你，他在用你的血开启万古天的祭坛。大功告成，盘古献祭，圣魂未饮，这片苍天终于是本座的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滇中眼中，有了它，便能超脱凡俗，成就永恒。爹留给我的债，是要让我带走所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贪婪。求求你，我已经没有爹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这一世，姐陪你修了，这反骨值了。反骨于锦翻天！池儿，这世间哪有什么仙凡之别？所有的骨头最后都要归于尘土。你想救他，那就看你敢不敢去那个地方。那是归墟万物魂灵的终点，去那里你能找回它的碎片，但代价是你再也无法做回人类。只要进了归墟，拿回本座的另一半神格，你这反骨也不过是本座的脚踏实。这小北，老祖已经进去了。归墟之内没有时间，没有方位，有的只是无尽的回归。归墟之门已开，一旦踏入，世间再无时小北。你若踏进去，你这一身凡人的皮囊会被那里的规则一寸寸剥离。你想救他，就得用你的肉身去填补他消散的灵觉。皮囊，我早就没了，天没了，劫也要散了，我要这身皮囊有什么用？若能以此反骨，换
还他一线生机，又有何惧？不仅是皮囊，一旦进入龟绪，你的反骨会因为承受不住神格碎片的冲击而产生永久的变异。老祖高高在上时，看我们何尝不是怪物？第9个誓言，你终究还是让他走到了这一步。反骨红尘月呀！小畜生，你果然追进来了。在这里，本座就是主宰。看到那座牌堰了吗？那是本座当年留下的一半神格，只要拿回它，这天地都要在本座脚下颤抖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那个盲女才是真正的引子。日夜，你骗得本座好苦。你把它还给我！凡人就是凡人，无论你修成什么样的骨头，在真神面前
终究只是灰烬。小畜生，看着他最后的一丝真灵消失吧。小北，不要救他，碎骨求生。反骨与尽同辈！这一半神格，你拿不走，因为这原本就是为了镇压你们这些仙而存在的。爹，不可能！你只是归墟里一段腐朽的意志，你是实验留下的残渣。本座已经修成半神，你凭什么挡我？仙不入轮回，凡终将还乡。是你吗？不是化成灰了吗？既然本座得不到，那就让这归墟彻底崩塌！
人间万事吗？只要这根柱子倒了，归墟倒流，仙门也会陨落，凡间也会化为灰烬。大家一起死！不用的护，这债我还没还清。这种污秽的怨灵！怎么可能修补轮回？小北，爹这次真的要打完最后一柄剑了。反骨众生柱。放开我！我是神，不能死在这里。神，凡人的债你还没清。你追求的掌声，其实就是吸干别人的命。老祖，这苦海里每一朵浪花都是你的罪。小北，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？老祖死了，轮回稳了，但是小北，你回不去了。你现在是归墟的主人，也是这世间唯一的守墓人。你一旦离开这里，这片好不容易稳定的轮回就会再次崩塌。回不去，那人间怎么办？素叔他们怎么办？实验留给你的
不仅是这根骨头，还有那战士灯。只要灯在，人间就有光。小子，你想不想知道，除了守门，还有没有第三条路？已经7天了，在这归墟里，7天便是人间的一个秋天。当你握住了轮回的权柄，你便不再是那个在铁匠铺里流汗的小子。我看着他们入轮回，看着他们忘掉前尘，这权柄更像是诅咒。姐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我找遍了归墟，只有这里长出了颜色。小北，我不渴，也不饿，但我能感觉到你很疼。这里的骨头都在哭，你每天听着这些声音，怎么受得了？听习惯了。就像爹打铁的声音。姐，老头说有第三条路能带你回人间，但我总觉得他在等我入局。老祖那个废物，竟然死在了反骨手中。归墟易主，因果逆乱，绝不能让那个孽障掌控轮回。降下天柱劫，将归墟彻底抹除。宁可错杀亿万魂灵，不可让反骨踏入神境。看，麻烦来了。小子，你还没去找他们，他们已经急着要对你动手了。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三条路。上界视归墟为眼中钉，是因为这里藏着让他们恐惧的凡人真本。你想救窒息，想保住这人间轮回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天补道。怎么补？用你的反骨做柴，用这上界的天雷做火。但过程比剥皮抽骨痛上100倍。
现在是把这漫天仙人的杀意当成打铁的火。这最后的一柄剑，他得自己把自己给煮出来。这就是你们的神器！我族人的骨，震我族人的魂！给他们！真天塔毁了！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1000年的等待，终于换回了这一线生机。我们回家。哎，亮了吗？不，这是什么光？既然还有希望，那我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他带回去。凡尘蝼蚁，竟妄图撼动天规，简直不自量力！
这门你推不开。张界那几位动了震天阵，将归墟通往凡间的2界缝隙生生焊死了。你想带着一个神魂强闯，只有一种结果，他会被2界挤压的力量瞬间撕碎。那我就把那道缝隙撕得再大一点。爹叫过我，铁打不动，是因为火锅忘命改不了，是因为骨头不够硬。这不仅是骨头的问题，窒息是归墟出来的灵，凡间是排斥他的。除非你愿意分出1半的圣体精金，在这归墟的海眼里为他重铸一副凡胎，但那样你的圣体将不再圆满，你拿什么去对抗上界的元始天尊？只要他能活，我不求圆满。小北，我有心跳了。姐，我们回家。去吧，去告诉那些高高在上的神，凡人的脊梁是撞不碎的。上界降下的劫难，是要让这片土地彻底化为绝地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凡众已污，因国已乱。奉元始天旨，此界当灭。这片地，幸你们这些穿着金皮的贼，该滚了！大胆逆主！
元始，你就派这些杂鱼来送死吗？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小北，你这头发……苏叔，头发白了，眼就青了。仙门在上界待得太久，忘了这地底下打铁的声音。小北，城里的百姓还有救吗？石小北，你舍弃了圆满圣体去救一个蝼蚁，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是威胁。3日后，吾将开启大日灭绝阵，将这方圆万里化为焦土。你护得住这间铁匠铺，护得住这人间万民吗？元始，你错了。爹教过我，打铁最难的一步是淬火。这3日，我会用这人间万民的意志，淬出一把能展开9天的剑。小北，当年你爹打出那根仙骨后，曾在这铁枕前窟坐了3天3夜。他临走前对我说，这世上最硬的东西，不是神铁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命。这具铁枕，其实是历代收火人用脊梁骨磨出来的。我能感觉到。这里面不仅仅是生铁，还有一种不甘。爹留下的不是阵法，而是一个祭态。小北，元始天尊的大日灭绝阵已经开始了，天上的温度在升高，城外的冰川正在变成毒雾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等吗？不等。既然他要灭世，那我就在这人间重新断一个世界出来。
以反曲为引，窃取神力。石小北，你这是在自焚！即便你断除了兵刃，你的身体也将化为焦炭。若能燃尽这漫天的神符，化为焦炭又如何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人间？归墟大门关了，你不可能出来。傻姑娘，归墟是我的囚笼，也是我的道场。我送他出来，是为了看他如何在这人间死地里，把自己炼成一颗仙胎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石眼留下的反骨是为了对抗仙门？错了，石眼也是仙门的一份子，他是为了在人间寻找一个最完美的容器。这反骨修炼到极致，便是这世间最纯净的能量级合体。老祖要夺舍它，原始要炼化它。这第三条路不是什么生机，而是让他自愿把自己炼成一把钥匙，去打开那道封印了上界万年的天门。而天门后，才是真正的末日。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从归墟开始，你就一直在等这一刻。不错，小北，别费劲了。元始天尊是你父亲的师尊。这出戏演了50年，就是为了让你燃尽人间怨力。小北，对不起，爹，没得选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父亲，他为了人间的延续，选择把你当成火种去燃烧。现在把剑给我，我可以让你和这女孩活下去。如果连亲情都是骗局，如果连反骨都是囚笼，就把这片局一并占了。众生为锤，因果为坛，我命为刃。这不是仙门的法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爹没教过你的，这叫人穷志不穷。小北，
你走出了自己的道，这不是我的道，也不是仙门的道，那是希望。姐，我看到天门了，在那位日的后面。小北，你斩了我的引路人，那便由你来做这开启天门的祭品吧。元始，这人剑你拿不走。姐，如果天亮了我不回来，你就把这灶堂埋在蝶的铁枕下，那有送你离开的最后一道火种。是老大在替咱们开路，反骨不遂，咱们的脊梁就不能完。跪着的都给老子站起来！你们在天上待得太久，已经忘了，这大地是有重量的。石小北，你弃了圣体圆满，换来这把脆弱的凡心之剑。你以为斩碎了这具金轮就能救下那些蝼蚁？你修的是无情的天道，我守的是有情的地辰。既然你爱铸剑，那我今日便打碎这苍天，让你再无处安放你的虚伪。
回归吧，脱离了那肮脏的红尘翼，你便是无座下的第一神将。这是石眼求而不得的恩赐。恩赐，这种吸干万民血肉换来的掌声，老子嫌脏！九鼎震仙，一阵定红尘。剑，这最后一锤，得你来敲。反骨非骨，乃人间之胆。九鼎，起！那具铁枕，竟然是上古封神榜的残篇。石砚，这逆徒竟敢算计无数千年！爹没算计你，他只是相信凡人的骨头比你的神铁更硬。元始，这一剑是替我爹，替窒息劫，替这天下被你当成药渣的生灵还给你的。终于开了。真正的末日比原始有趣。终于开了！原始那个伪君子守了这扇门3000年，他怕这门后的真相抹杀了他的神位，但我要让这虚伪的世界归于最初的混沌。石小北，你赢了神，却输给了这天意。天意，若是让重生化为虚无，那这天意便由我来改。爹，人间值得。他在做什么？小北在做什么？那门要吞了咱们！他不是要吞了咱们，他在拿自己填那扇门。你疯了！那是化外虚无。进去之后，你不仅会死，连你在人间留下的所有痕迹、所有记忆、所有因果都会被彻底抹除。若能换得万家灯火，我石小北何惧不来？反骨钟艳帆！
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伤是怎么来的？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为什么在哭？我是在等谁吗？这颗糖是谁给我的？岁月如梭，红尘依旧。那段被遗忘的故事，早已化作这盛世的基石。师傅，您常说咱们打铁打是胆，可这胆到底是什么？胆啊，就是在这冷冰冰的世道里，总得有人把自个儿烧了，给别人换那一口热气，